其实我会，这个时候来，这烧到这边，自己，我自己溅起那个水泡，我很紧张哎，跟彭于晏有像哎。他像王力宏，他比较像梁朝伟，还是我比较像王力宏？漫威扯铃人，哈嚓！遇到艳遇过吗？我说艳遇吗？在丹麦这个国家，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开放，去跟陌生人邂逅，没有。丹麦是用丹麦文吗？丹麦文。然后你会丹麦文？就是用英文去学丹麦文，整个语言学校只有我一个母语是中文。那你当下有感觉到他们很热情，还是你有觉得被排挤？刚开始他们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热情，想尽办法去跟他们接触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吃午餐啊？一起去哪边玩啊？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丹麦文？你只要愿意主动，他们都是很愿意帮助我。不过我想真的，我们真的可以一起到处走一走，一起拍 YT， 真的可以省钱哦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洲、丹麦、泰国、美国，这个录影存证啊，完蛋了，先开啊没有，我真的很冲哎，就好比说，你要不要去泰国？哦，好，走啊，那我们就马上订机票，隔天就走了。我就是这样啊。我去了东南亚，应该有80-90个地方。我那时候去西安，我也是一个人。真的，那个旅行会悟出什么？非常棒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很多。比方说，你会很 focus， 你要去哪 ？focus 还讲错 focus。我西安去了3次。西安这么好玩，除了阿勇以外，你最推荐哪个地方？因为大家华山真的是华山论剑。你以前看金庸啊，在现场就会觉得哇靠，太酷了！他莅临现场的那种震撼。好，我下个月到西安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先去华山。你在扯铃的过程中，就是有没有遇到挫折过？以前在练一个动作想要突破的时候，满手都是伤。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倔强的个性哦，别人都会，对手都会，如果不会，我就直接输给他。No， 我不要输，就有一种变态的心理，就觉得我一定要比别人好。但长大拿了很多个比赛的冠军啊，对了，其实就是冠军之后，我就会觉得说。我发现有些人很靠北，他就是一直你知道要有人帮他下抬头，拿过上王力宏冠军，拿过很多世界冠，有世界冠军没有啦，就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站上春晚的人。但这也没什么，春晚也就7-8亿人在看。没有啦，我只能说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。主要是你努力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努力，也是有一点运气啦。不管是走到那么多个国家，或者用扯铃温饱自己，也不要说赚多有钱，因为这有时效性。赚到买车买房了？没有，买车一直爆料，不要再爆料，没有。让你最感动的事情，全国冠军。你梦寐以求，每一天做梦都梦到自己成为那样子的人，一天练成练15个小时，获得到那个名次的时候，真的全世界一切的一切静止，然后那个当下，那奖牌好重，有哭吗？有哭，然后看到那成绩单，你看我自己的位置在那边，你以前的偶像是上一届的冠军，然后你是这一届的冠军，他就私讯跟我说，恭喜，然后就很感动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站上春晚，是我拿到全国冠军之后的一个梦想。到底站上去那种大舞台，你当下有在想还是你都没有想，就是表演？累都累翻了。春晚的前1个月你就要进去排练，1个月里面你又会经历编排又修改，又编排又修改，200个节目，原本砍到变170个节目，再砍到变150个节目，后来砍到变100个节目，每2天就会有一次彩排，然后那彩排他们都会录影，真正当下在播出来的时候，很多的画面。都是已经剪接，这样很好啊。这样很好，就是呈现出来是好。对啊。但是你那一整个月经就悬在那里，真的就是悬2下就悬在那里，也不知道到底可以演得到。那你这14年当中有曾经想要放弃过？在前5年常常想要放弃，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玩过什么线上游戏，也牺牲很多卡通电影时间。礼拜6早上8点我就去练习，练到晚上6点，一天放学留下来练习，早上比别人早去学校练习。中午吃完饭也练习。到底现在扯铃普及度是高的吗？非常高。现在全台北市有很多的小学都有在发展这个。那为什么你不去当扯铃老师？有啊，我有在当扯铃老师。有一个专门就扯铃课嘛，有扯铃课。很多学校都有社团的指导教练。就算你每一天都当社团指导教练，薪水还是有限的。那你还是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那对我而言，我自己更大的兴趣是在表演。其实扯铃到一个专业之后，是可以当扯铃老师，就是教学这一部分。是，比方说你可以到很多的学校当任职，就这样。没有，他不是正职老师，他就只是学校有这个社团的社团指导教练。你不能因为扯铃而成为学校的公认的老师。你最多就是体育老师，然后你自己有在带扯铃的小朋友。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还是主力在自己的表演，因为可能到30岁以后，
你要做教学还 OK。好，最后他有一个梦想，最想做的是演戏，期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演员。对，像你这样子，你就是我的心目中的偶像。我拍了10几个电影，都是男主角。OK， 没有啦，我是讲真的啦，因为我觉得透过自己的演戏去让别人认识我。我觉得这很棒啊！就你现在所有做的都是累积，未来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演员。希望啦，因为其实一个演员内心的情绪资料库 database 里面可能有各种经历。当你遇到什么样的角色之后，你有自己相对应的故事。然后请道玄帮我们示范一下，什么样的一个演技可以在这么多竞争者2年内拍了10几部电影的男主角？有请刘道玄。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的相遇都是一个缘分，缘分让我们相遇在光年之外。对，所以现在要说再见。那等一下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小时候学比较容易学，还是长大？看你自己要定位在哪。跟你一样要表演，那一定要从小。现在想要认真像你都不行了。可以，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，而且你花这个时间是不值得的，因为你要投资很多的时间、体力、精神、力气。可恶，没办法抢你饭碗。没有，反而是我想要像你这样。朋友会不会常常叫你说教他扯铃？叫你表演是最常，就每次大家说，我跟你讲他会扯铃，秀一段，秀一段。然后在那种室内很夸张的地方就开始扯。当我长大成熟一点的时候，我就会知道有时候收敛是好的。你要让你自己的表演是有价值、气氛合宜的情况下，我当然很愿意分享我的喜悦。人家随便 cue 你一下，还是会等到更恰当的场合再做表演。我那时候还看到有人用锅子，你自己有没有未来想要发展？走到一半吃泡面，或是真的，你看你用火用水，接下来就用电啊。还没有想到下一步，我会先去大陆看一看，以扯铃为圆心，会发展出一个属于扯铃他自己的故事。你这么会扯，那你会扯人后腿？道玄都会，其他的人不会。好啦，其实今天呢，很高兴呢，永勋分享很多关于扯铃的世界。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扯铃的职业呢，现在是来不及了。没有啦。从小我觉得是可以当成一个兴趣，或是兴趣随时都来得及。然后希望大家呢能更爱扯铃，然后更爱永勋。好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，拜拜。